各位網友，大家好啊！還書走天涯，走進歷史，走出現實。巴菲特先生的最後一個致股東的信在11月10號發表了。我們還書呢，作為追星巴菲特20多年的老粉絲啊，有點感慨啊。什麼感慨呢？就是當年這個還書在2017年的時候，都把巴菲特的這個英文版的信啊，给翻成中文版是吧？在这个自己啊，還有我們的客戶啊學習，並且呢，把巴菲特的價值投資呢，做我的課堂上的主要講的投資方法，講了很多年啊。所以呢，我是巴菲特的忠實粉絲啊，價值投資的忠實粉絲。那麼，巴菲特即將退役，是吧？阿貝爾接班，這是他的最後一封信。所以呢，讀起來很有感慨啊。所以還書呢，這裡呢，把這封信呢，先給大家念一遍。這將是我寫給你們的最後一封年度股東信。95歲的我，決定是時候安靜下來了。我將不再撰寫這些信件，也不會再在年度股東大會上發言。從2026年開始，Greg 阿貝爾將成為你們的首席執行官。他連同 Ajit、Jane 和我們這一群傑出的管理者，一一向你們匯報。我把公司交給非常可靠的人。Greg 在伯克希爾已經超過25年，獲得了我的完全信任。他像所有者一樣思考，像所有者一樣行動。假以時日，他將被公認為美國最傑出的首席執行官之一。伯克希爾的未來是光明的，我相信。比絕大多數大型公司都要光明。今天的伯克希爾坐擁有約3800億美元的現金堡壘，保險浮存金達到了歷史最高水平。我們的經營業務表現出了幾十年前難以想象的水準。我們依然能夠承受幾乎任何經濟情景，包括比我們已經經歷過的還要糟糕得多的情景。在過去的60年裡，伯克希爾的股東們表現出非凡的耐心與忠誠。你們在我犯錯、市場崩盤以及我們落後大盤的時期，始終伴隨着我。作為回報，我盡力不在真正重要的事情上讓你們失望。我相信我們做到了。至於我個人持有的伯克希爾股票，全部他們將用於慈善。主要通過4個家族基金會進行。我已經加快了捐贈的步伐，僅本周就捐贈超過10億美元的股票。我的孩子們作為受託人，與我價值觀一致，他們將在我離世後長期深思熟慮且高效地使用這些資源。感謝你們讓我做你們60年的管家，這是我一生中最大的榮幸。沃倫·巴菲特，2025年11月10號啊。讀完這封信什麼感覺呢？我跟大家分享一下還書的感覺啊。我的感覺就是，我作為巴菲特的一個小股東啊，也就是這1-2年才成為小股東啊，之前還沒有。為什麼呢？之前這個大部分時間在做業務啊，搞培訓啊，這個沒有的，就是把這個資產呢，來親自交給他來打理啊，就更多的在口頭上，沒有在行動上追隨巴菲特。雖然我也做了一些投資啊，大家可以看我這個油管的首頁裡面的鏈接啊，我的雪球賬戶，那也是好多年前建立的賬戶啊，大家可以看一下啊。我們更多的做的時候，就是說，雖然價值投資理論很好，巴菲特做的很優秀，但是我們落到我們每個人做的時候呢，感覺到做不到。這不是一個人做的事情。舉個例子，你每天的波動你受不了，漲得高一點想出貨，你一跌的話，有點想擔心，是吧？就像前一段我說過視頻說了，巴菲特股票這個BRK 的逼着死活不動啊，還書的谷歌都漲到天上去了，這個巴菲特的股票不動啊 ，BRK， 這個我也着急啊，對吧？希望把這個老本要翻一翻了，是吧？所以有時候受不了，是吧？所以我總結巴菲特對我的感覺啊，就是第一個，他像個機器人一樣。真是的，你像他那個買那個可口可樂的股票，40年前就買了，1980年代買的，到現在也沒有出，並且一股也沒有進，一股也沒有出，這個動作你這看起來，我講那一般人真做不到，對吧？
因為他價值投資者就是在這個價格低於價值大折扣的情況下面進貨，大折扣高於的時候再出貨，他就認為可不可能呢？也不高也不低，所以他就不動。一般人很難做到這一點。你像我再舉個例子，這是他的，這機器人的非常理性。我覺得這個特別理性的與巴菲特的年幼有關係，就因為他們家族，他母親呢，他有個妹妹嘛，都有些精神方面的這個焦慮症有些精神疾病，所以他特別反感的一些非理性的動作，情緒化動作，所以他特別理性。你像前幾年他買那個派拉蒙，我也跟進了，20多塊錢建的倉位，我也覺得派拉蒙應該值70、80塊錢，20塊錢拿貨撿那個便宜。後來大概半年時間，巴菲特就出貨了，搞得我在風中这個凌亂啊。為什麼呢？我還沒想透啊。他出貨了，我現在想起來啊，我覺得巴菲特他真是理性，他認為自己買錯了。為什麼呢？現在我們知道啊。這個媒體行業啊，過去幾十年發生一些變化，尤其這幾年，油管你看自媒體起來了，傳統媒體都不行了，在所有國家都不行，美國也一樣，所以他在媒體方面他也犯了一個錯誤，買進了派拉蒙，認為派拉蒙有這麼多電影版權呢，就這麼好的影視作品呢，對不對？作為媒體來說，應該來說很有價值，但是在現在自媒體啊，尤其在這個油管的衝擊下，這個。是吧？那些很多傳統媒體不行了，所以他及時認錯，及時止損。這個我們要玩說得拿點錢是吧？一買一虧，跟着他的腳步走還虧了，我就想不通啊！看看能不能過段時間反彈，後來也是反彈了，但是玩說也忍不住了，出貨了啊！到現在我要是套着也還是套着的，是吧？所以呢，緊跟巴菲特並不容易啊。這是我對巴菲特的感覺，他善於認錯，敢於認錯，這個勇氣可嘉，你一般人學不到，這個是非人性的。自己出了錯，怎麼容易那個承認錯誤呢？對吧？總要堅持，尤其像我們年齡，对不对？你老是犯錯，所以我說現在承認錯誤啊！現在本來想把巴菲特的股票的 BRK 點 B 什麼減倉的，現在不減了啊，繼續是我的壓倉石啊！這個你看我現在股票。這個巴菲特加上谷歌占了將近50%倉位，另外 TLT 這個美國長期國債占了20%，加起來70%倉位了。另外就是 Adobe 占了15%倉位，就是85%倉位了，還有15%。另外三個公司分那個了。我們目前這個組合只有7個產品，非常少了。大家知道，按照那個傳統的基金經理來講的話呢，就是要30個以上的這個投資品種。股票啊，才能把這個非系統性風險降到最低。就是你拿有30個公司之後呢，跟這個拿幾百個的話，這個風險的價值就差不多了啊，就是可以相逼認的。如果拿少的話呢，你搞不好有非系統性風險，就是某幾個公司，比方說 BRK 出問題，比方說谷歌出問題，那我就慘掉了，那我的組合就完蛋了，對吧？當然敢於拿少數公司，這也是巴菲特的觀點，價值投資觀點。我認可的我就是重倉，不認可的我寧願空倉，對吧？所以說我現在也還在學巴菲特的堅守啊。他這封信又給了我信念，相信阿貝爾啊，相信 BRK 啊，能夠給我帶來長期的回報，不要因一時的這個波動啊影響我的情緒，還是什麼容易影響啊？網友分享就是人的情緒很容易受到股市的影響，沒有辦法，你總是看個盤啦，它一漲一跌，你的心裡的掛念吶，是吧？所以還要拋開這些東西，拋開金錢吶，這個慾望對我們的這個感覺啊，要能夠放空，是吧？這個還要不斷的修煉啊，玩數還要不斷的修煉啊。另外呢，我再看一下這個對大盤這一塊，就是這個巴菲特持有了3800億的現金，占有他的總倉位的1/3了。那也就是說，他不看好目前的整個經濟。這個玩叔之前的判斷是一致的。玩叔去年年底都得出結論，就是整個全球經濟在下行，不光是中國在下行，中國肯定是慘上加慘。那麼全球也很慘，美國也很慘。最近我看见美國的这個，包括這個第一次買房子貸款的這個負債，包括信用卡負債還在高位。
現在你像連這種亞馬遜這種科技巨頭也在裁員。現在美國的股市完全靠 AI 一枝獨秀在拉起來，其他的中小公司很多都在舉步维艱。所以美國經濟幸虧是川普來了一下，收了一下關稅啊，再往前促一促，否則美國未來會更慘。如果沒有这美國經濟的這個製造業回流啊，不通過實體經濟，全是靠這個虛擬經濟，是吧？那也撐不住啊。所以現在目前經濟上，目前整個全球還是在我認為在下行中間啊，中國也在下行。所以呢，伯克希尔公司持有了這麼高倉位的現金，我們還是要考慮到它的這個深謀遠慮，對吧？玩叔雖然這個今年6、7月份敢於全倉壓進，是吧？賭了一下，看他目前賭成了沒有？我現在全倉壓進，我今年10%是掙不到的，今年能夠掙到10%，是吧？得益於玩叔的第2重倉股谷歌的優異表現，是吧？得益於美國的7大這個 AI， 這個7大這個科技股嘛，對吧？所以呢，玩叔在想，就是下一步應該怎麼去做，是吧？堅守價值投資信念，好吧，不要動搖，因為一旦動搖，就意味着損失，意味着拋進買進買出，拋進拋出，最後是如籃子打水一場空啊！所以以上講的不對的地方，請各位網友跟玩叔互動，打在屏幕下方，我們交流一下理財投資的心得，如何盡快的掙到100萬美金。謝謝大家。讓你能夠聽到我的心，什麼時候也能把我想